2025年6月中旬的夜空，一阵刺耳警报划破了德黑兰的宁静。以色列战机的突袭让伊朗首都惊醒，全城响起爆炸巨响。这是以色列对伊朗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标直指伊朗的核设施与军事要害。更令人震惊的是，多名伊朗高官和核科学家在空袭中丧生，包括伊朗武装部队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等重要人物。短短数小时内，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关键设施遭到精准打击，城市建筑熊熊燃烧，浓烟直窜夜空。伊朗政府震怒地谴责，这是对领土前所未有的侵犯，并指控美国在背后默许甚至协助了以色列的行动。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将多年幕后的谍战推向台面，原本潜伏在暗中的情报较量，如今演变为公开的军事对撞。伊朗与以色列这对中东宿敌的冲突，正在从秘密战线走向不可挽回的明火执仗。然而，这次行动真正令人细思极恐之处，在于以色列能够如此轻易撕开伊朗的防御，仿佛德黑兰高墙上处处是裂缝。伊朗情报部门原以为严密无隙的内部，如今却像筛子一样漏洞百出。种种迹象显示，以色列此次成功斩首伊朗军方要员和破坏核设施，背后可能依赖了深入伊朗权力核心的内应。讽刺的是，这个内应并非传统谍报片里隐姓埋名的间谍，而更像是伊朗统治集团自身，伊朗的四大家族。伊朗高层长期形成的权贵家族势力你争我斗，各怀心机，不仅削弱了政权的凝聚力，还无意间为敌国情报机构打开方便之门。情报的泄露，内斗的激化，使得伊朗被渗透的千疮百孔。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揭开这场机密外泄下的伊朗内斗真相，看看伊朗的四大家族如何明争暗斗，又是如何让以色列的渗透如入无人之境。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情报战由来已久，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后，德黑兰新政权高喊反以口号，将以色列称作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以色列视伊朗为头号安全威胁，而伊朗则将以色列当成头号敌人。在公开战场上，两国虽从未直接交火，但在幕后的谍报与渗透战早已刀光剑影，不见硝烟。2010年，一款名为阵网 Stuxnet 的神秘计算机病毒被发现，其复杂程度令网安专家啧舌。后来普遍相信，这是由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开发的网络武器，专门破坏伊朗铀浓缩离心机。果不其然，阵网病毒成功令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的大批离心机故障报废，相当于在无形中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这是以色列参与对伊朗发动情报攻击的经典案例，不动一兵一卒，却让对手的核计划严重受挫。随着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扩张，以及西方与德黑兰签署的核协议命运多舛，以色列对伊朗的秘密行动更是升级加码。2018年，以色列摩萨德上演一场犹如电影情节的惊天行动，特工深入德黑兰，在短短6小时内闯入一处档案库，取走半吨重的机密资料。这批资料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外公布，揭露了伊朗在签署2015年核协议前仍秘密研发核武的惊人证据。更令人啧舌的是，事后摩萨德前局长证实，这次行动动用了10几名非以色列籍的特工。换言之，摩萨德早已在伊朗境内招募并安插了本地内线，才能在首都中心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档案窃取。从阵网病毒到核档案窃密，以色列一再展现其情报渗透伊朗的深度与广度。2020年可以说是以伊秘密战的分水岭。这年美国退出核协议后，伊朗核活动加速恢复，而以色列则开始了一系列更为大胆的斩首与破坏行动。先是同年7月，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发生神秘爆炸，一座先进离心机组件厂房被夷为平地。伊朗虽未公布详情，但将矛头指向以色列，显示这极可能又是一次摩萨德策划的破坏活动。更震撼全球的是同年11月，伊朗核计划之父、顶尖核科学家莫森法克里扎德在德黑兰郊外遇刺身亡，行刺手法旁如谍报小说。袭击者使用遥控机枪远距离射击，全程无人现身。伊朗最高国安官员
直斥以色列动用电子装置实施暗杀。一个顶尖科学家在戒备森严的首都附近被无形杀手击毙，这无疑暴露了伊朗内部安保的裂痕。事后证明，以色列的科技优势与情报渗透结合，使其能在不直接接触目标的情况下置对手于死地。这对伊朗情报部门而言是不折不扣的梦魇。随着一连串成功行动，以色列更乘胜追击，把暗战推向高潮。2021年4月，纳坦兹地下核浓缩厂又遭遇离奇事故，大规模停电瘫痪运转。以色列虽不明言承认，但多家媒体透露这正是以军策划的网络攻击。伊朗在此情况下被迫将铀浓缩提升到前所未有的600%纯度，以示报复。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活动的严重关切，也让局势更加紧张。更惊人的情报战新闻来自2022年。这一年，伊朗军政界接连出事。5月下旬，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哈桑赛义德霍达伊上校在德黑兰自宅前被人近距离射杀，这只是开端。接下来短短几周内，至少7名与伊朗军方或核飞弹、无人机计划有关人士接连离奇死亡，其中有从高楼坠落身亡的革命卫队上校，也有在军事设施内遭无人机精确打击的国防部工程师，甚至还有2位科学家在不同城市相隔3天内相继暴毙。伊朗怀疑他们是被下毒暗杀。伊朗没有逐一公开凶手，但几乎无人怀疑幕后黑手就是摩萨德。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在伊朗本土展开连环斩首行动，而且涵盖领域之广，对象之多，令外界瞠目。这一系列神秘死亡事件充分暴露了伊朗在情报保安上的严重漏洞。以色列不仅能锁定目标，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手。在德黑兰高层看来，这无异于一场无声的情报战风暴。面对接二连三的渗透与暗杀，伊朗政权内部开始人心惶惶。2022年6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震怒之下撤换了强势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首脑侯赛因·塔伊布。塔伊布是哈梅内伊心腹，自2009年起掌管革命卫队情报组织，过去以雷霆手段镇压异议，拆解间谍网络。然而在他任内却连续发生多起以色列渗透事件，让伊朗颜面尽失。外界分析认为，他的去职正是伊朗高层对国安漏洞难辞其咎的变相承认。毕竟，从霍达伊上校街头遇刺到法克里扎德神秘被杀，一系列高调事件凸显出革命卫队情报部门的鞭长莫及。塔伊布下台被视为伊朗情报系统的一次大地震，意在平息国内质疑，整顿纪律。然而，斩首行动造成的阴影却不可能一夕散去。伊朗仍在追赶以色列情报战的步伐，却始终慢了半拍。伊朗政坛表面上由宗教领袖与民选官员架构而成，但在水面下，几个根基深厚的家族派系主导着国家的权力版图。这些被戏称为4大家族的势力，包括了伊朗革命以来最举足轻重的几个家族：霍梅尼家族、哈梅内伊家族、拉夫桑贾尼家族和拉里贾尼家族。他们有的是宗教世袭门第，有的是革命奋斗起家的新贵，纵横政坛数十载，交织出伊朗政治复杂的权力网络。这4大家族既合作又竞争，在共享权力果实的同时，彼此间的暗斗从未停歇。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内斗不休的家族政治，为外来的情报渗透埋下了隐患。首先是霍梅尼家族，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精神导师，已故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的家族代表了宗教权威的传承。霍梅尼本人来自虔诚的什叶派宗教世家，祖上3、4代都是宗教界名人。他过世后，家族的政治影响力有所消退，但他的孙子哈桑·霍梅尼仍试图在政坛发声，成为改革派的一员力量。然而，霍梅尼家族在现政权中的作用更多是象征性的，真正掌握实权的是继任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家族。阿里·哈梅内伊同样出身宗教世家，父亲是马什哈德的著名阿訇。自1989年接班以来，哈梅内伊透过精心经营人事，逐步将儿子、亲信安插到权力中枢。特别是他的次子穆质塔巴·哈梅内伊被视为可能的接班人，在革命卫队和情报圈中影响力巨大。据传，穆质塔巴暗中掌控着部分安全机构资源，
连伊朗外交政策走向都有他的影子。然而这种父传子承的权力布局引发不少元老与民众的不满。对外，哈梅内伊强硬反西方、反以色列；对内，他则平衡各派，借由宗教光环和铁腕手段维持统治。哈梅内伊家族实际上已成为伊朗政权的统治中枢，但其一手遮天的风格也让其他家族颇为忌惮。与哈梅内伊一同缔造伊斯兰共和国的，还有伊朗政坛常青树之称的拉夫桑贾尼家族。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出生于经商之家，其家族靠开心果农场致富。作为革命功臣，拉夫桑贾尼在霍梅尼时期曾长期担任议长，与哈梅内伊并称左膀右臂。霍梅尼逝世后，他出任总统，成为伊朗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拉夫桑贾尼的政治魅力在于游走于保守与改革两派之间，被称为多面人。他的家族更是广结善缘，积累庞大财富。拉夫桑贾尼本人有5个子女，长子在能源业活跃，次子涉足大型工程，长女法埃泽是知名女政客。可以说，拉夫桑贾尼家族在政商两界都权势显赫。然而，随着拉夫桑贾尼2017年逝世，他家族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改革派门徒如前总统鲁哈尼曾是他的门生，但在强硬派上台后已淡出。尽管如此，拉夫桑贾尼家族曾以务实温和著称，他们偏向与西方改善关系的立场与哈梅内伊的保守路线相左，这种理念分歧在他生前就埋下裂痕。有分析指，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从合作走向猜忌，两大家族的暗中角力贯穿了过去数十年伊朗政治。例如90年代末的改革浪潮，拉夫桑贾尼支持开放社会、改善经济，而哈梅内伊则忧心革命路线遭背离，两人关系一度紧张。这种家族间的矛盾使得伊朗权力机制充满内耗。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拉里贾尼家族，这是伊朗革命后崛起的新生代权贵。拉里贾尼兄弟的父亲是阿穆利·拉里贾尼，一位保守派大阿亚图拉，属典型的宗教世家。5个兄弟中有3人在伊朗政坛身居高位。阿里·拉里贾尼曾任议长，萨迪克·拉里贾尼担任过司法总监，并现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法兹勒·拉里贾尼是外交资深官员。兄弟同登权力巅峰，拉里贾尼家族可谓倾全家之力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他们立场传统保守，但也展现一定的务实。比如阿里·拉里贾尼在鲁哈尼政府谈判核协议时提供支持，被视为温和保守派的代表。然而，拉里贾尼兄弟的权势也引来了对手的防范。2021年总统选举，阿里·拉里贾尼突遭资格审查被剔除，引发外界哗然。许多人猜测，这是哈梅内伊阵营为避免他威胁到强硬派易卜拉欣·莱西而出手打压。果然，莱西顺利当选总统。拉里贾尼家族自此淡出核心权力圈，家族权斗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昔日同为保守派的盟友，也难逃宫廷政治的清算。拉里贾尼家族的失势透露出哈梅内伊决意集中权力于自身家族与嫡系的意图，其他家族若非俯首称臣，终究可能被边缘化。4大家族盘根错节，各怀心思，使伊朗政治常年处于山头林立、明争暗斗的状态。他们或在政策路线争执不下，或在经济利益暗自角力，有时为争夺接班权，更可能互相揭短、泄密。在此过程中，伊朗权力核心的矛盾被不断激化和曝光，而这正中敌对情报机构下怀。换句话说，4大家族内斗所引发的内部情报外泄，为以色列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扎里夫录音门事件。2021年4月，一段长达3小时的机密录音在境外媒体曝光。录音中，时任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里夫罕见的直言不讳，批评革命卫队在外交上揽权过多，甚至透露已故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曾与俄罗斯合谋，试图破坏他们苦心签署的核协议。他感叹自己作为外长在国家政策上零影响力，一切都得听从军方的安排。这段谈话原本应属极机密的内部口述历史，却被泄露给反对伊朗政权的海外媒体伊朗国际。录音曝光在伊朗国内投下震撼弹，保守派大怒，
抨击扎里夫不忠。扎里夫本人则尴尬致歉，表示录音并非为公开而录。然而，事件背后凸显的是政府文人派与革命卫队军方派的深层裂痕。这起泄密极可能是内部派系，有人刻意为之，利用媒体放风以打击政敌。同时，这也等于把伊朗权力结构中的暗斗摊在全世界眼前。对于摩萨德等情报机构而言，扎里夫录音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从中可以洞悉伊朗高层决策中的分歧与矛盾。一位外国情报专家事后指出，像这样级别的高官谈话流出，对对手情报单位来说，相当于打开了一扇观察伊朗权力运作的窗户。伊朗内斗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而情报外泄对国家安全的伤害也昭然若揭。此外，高层叛徒的出现更反映了家族政治下暗潮汹涌的内斗。2023年初，伊朗经传前副防长阿里·雷扎阿克巴里因为替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被处决的消息。他曾是著名强硬派沙姆哈尼的副手，多年来深得信任。然而他被控将机密泄露给英国军情六处，特别是关于伊朗军事领袖苏莱曼尼遇刺前的情报。阿克巴里的垮台背后被认为涉及伊朗情报系统内部的倾轧。他的上司前国安会秘书沙姆哈尼本身也遭质疑家族贪腐。有人猜测阿克巴里的案子是对沙姆哈尼家族的警告。最终，沙姆哈尼在阿克巴里处决后不久黯然辞职，由强硬的革命卫队将领接替。此类你死我活的权斗使得伊朗高层对彼此充满猜忌，连曾经同僚都可能被当成间谍而除掉。对以色列而言，这样的政治氛围大有文章可做，它可以通过策反不满分子或散播伪情报离间各派，来进一步加剧对手内部裂痕。综上可见，伊朗四大家族之间的权力游戏使政权内部呈现既团结又松散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他们都宣称效忠伊斯兰革命体制，但另一方面，为了自身利益和路线主张，他们彼此掣肘、防范，甚至暗中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机密不再那么机密，内部有人出于派系算计而故意泄露情报，有人则可能因失意或贪利而被外国策反。伊朗内斗就像一枚枚缺钉，终于让整座情报防线的藩篱变得千疮百孔。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能将伊朗渗透成筛子，绝非侥幸，而是高科技手段与高人脉经营双管齐下的结果。一方面，以色列善于运用尖端科技执行谍报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常年深耕伊朗内部网络，发展出庞大的线人和特工队伍。当内部有裂缝时，摩萨德总能见缝插针，以令人啧舌的操作夺取关键信息或发动精准打击。首先，高科技武器是摩萨德渗透行动的利器。前文提及的法克里扎德遇刺案堪称范例。刺客远在1000米外操控安装在皮卡车上的机枪完成射击，过后自毁无踪。伊朗官员承认，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刺客，全是通过卫星遥控完成。这起事件展示了摩萨德整合多领域技术、人工智能、远端操控、精确火控的能力，让传统安保措施如贴身警卫、人员排查形同虚设。同样，在纳坦兹核设施的破坏中，以色列被指运用了高度复杂的网攻技巧，使离心机电力系统瞬间瘫痪。这些非接触式攻击降低了曝光风险，同时提升了奇袭效果。当伊朗还在寻找现场嫌疑人时，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早已在远端完成任务，全身而退。可以说，技术优势让摩萨德如虎添翼，使他们能在伊朗本土实现过去难以想象的精准打击。然而，再先进的技术也需要人脉配合。摩萨德在伊朗取得一系列突破的背后，是他们常年经营的人力情报网络在发挥作用。早在刺杀伊朗核科学家行动中，以色列就被认为招募了在伊朗境内活动的反体制组织成员或犯罪团伙，充当协力者。例如，2010年前后数起德黑兰街头炸弹暗杀核专家事件，伊朗调查后认定幕后黑手涉及流亡反对派人民圣战者组织 MEK 的协助。摩萨德通过这类伊朗内部代理人完成情报收集与行动执行，极大降低了以色列公民直接涉险的必要。值得一提的是，
摩萨德在伊朗境内直接动手抓人的传闻近期屡见不鲜，显示其人脉网之强大。2022年4月，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摩萨德特工在伊朗境内逮捕并审讯了一名52岁的革命卫队特工曼苏尔·拉苏利。该人据称承认接受伊朗指令，计划在土耳其、德国、法国暗杀以色列领事、美军将领和记者各1名。摩萨德不仅成功在德黑兰眼皮底下掳人，还录下其供词并公之于众。几个月后，伦敦的伊朗反对派媒体爆料，另一名伊朗高级情报官员亚多拉·赫达马蒂也在伊朗境内被摩萨德短暂扣留，并逼问其招供了大量伊朗向中东输送武器的内幕。相关影像随即曝光。到了2023年6月，以色列更高调宣称，他们在伊朗境内逮捕并审讯了策划暗杀塞浦路斯以色列商人的伊朗特工优素福·沙赫巴奇。摩萨德甚至公布了此人手持机票的照片和详细口供。这些离奇事件若属实，意味着摩萨德人员已能在伊朗畅行无阻地抓捕革命卫队成员。伊朗官方对此事虽矢口否认，声称抓人的只是黑社会暴徒，或干脆说整件事是以色列虚构的戏码。但此地无银的辩解更凸显伊朗当局的尴尬与无力。就算故事有夸大成分，也难掩摩萨德在伊朗内部活动的猖獗程度。以色列特工在伊朗如入无人之境的说法，恐怕并非全然夸张。摩萨德的人脉经营还体现在对伊朗境内少数族群和反政府团体的策反上。伊朗人口组成多元，波斯人之外有阿拉伯人、阿塞里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族群，其中一些族群与中央政府存有历史积怨。例如，遥远的伊朗东南部俾路支省长期有反政府武装活跃，西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也存在与以色列友好的库尔德武装力量。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单位曾通过库尔德斯坦渠道支持伊朗境内库尔德反抗组织，交换对伊朗军事设施的情报。同样，伊朗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阿拉伯裔社区过去发生多起石油设施爆炸和管线破坏事件，被怀疑是摩萨德利诱当地反政府分子所为。策反少数族群成为以色列削弱伊朗的一步妙棋，既牵制了伊朗国内精力，又提供了渗透渠道。除了境内人士，伊朗流亡海外人士也是摩萨德争取的重要资产。许多伊朗前官员、科学家在革命后或近年因各种原因出走西方，其中不乏对现政权心怀不满者。摩萨德经常通过第三国情报合作或直接接触，获取这些人掌握的机密，有时甚至将他们发展成遥控间谍，协助策划针对伊朗的行动。例如，一名前伊朗航空太空工业公司的技师逃往欧洲后，很可能成为以色列情报的线人，提供了伊朗无人机项目的内幕，使以色列能有的放矢地定点清除相关科学家。伊朗官方经常宣称侦破所谓间谍网络，例如，就在今年5月底，伊朗司法部宣称逮捕了14名为以色列效力的恐怖团伙成员，但该声明既未公布嫌犯身份，也无证据细节，更多像是在以色列一连串行动下做出的被动反应。相反地，以色列的具体情报成果却不断浮现，从摩萨德窃取核档案、炸毁核设施，到刺杀指挥官、诱捕特工，一桩桩行动证明他们早已深扎在伊朗内部。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近年处决了一批为以色列工作的内奸，这侧面印证了摩萨德的人力渗透广度。据以色列媒体统计，自2022年至今，已有9名伊朗人因涉入协助暗杀核科学家法克里扎德而被判死刑。伊朗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称，这些人协助运送炸弹零件，监视法克里扎德行踪，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刺杀行动。换言之，以色列为完成这一任务，至少发展了9名本地协助者，这还不包括其他未曝光者。同样，今年4月，伊朗处决了一名据称涉入霍达伊上校遇刺案的男子。这些内鬼可能出身不同背景，有的是军中人员，有的或许仅是贪财的普通人，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摩萨德渗透网的节点，平日隐身于茫茫人海，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伊朗固然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间谍，但亡羊补牢，难掩羊已失去。当一张渗透网可以深入到目标要员身边时，才会出现连环暗杀得手的局面。
摩萨德正是以钱色引诱、理念驱动、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编织出这样一张无形巨网，把伊朗关键人物牢牢网罗其中。综上所述，以色列对伊朗的渗透可谓无孔不入，从网络攻击、无人装备等高科技奇招，到策反在野势力、安插内线等传统间谍招数，再配合伊朗自身的内斗离心，让摩萨德取得一系列令人瞠目的成果。当伊朗的4大家族忙于猜忌搏杀，摩萨德早已在背后冷眼旁观，并巧妙地将这些裂缝撬成一道道破口。伊朗情报界前高官曾感慨，我们不怕外国间谍，就怕自己人给敌人当了间谍。而以色列正是深谙此道，在长期谍报战中屡屡先发制人。当情报战的烈度不断升高，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终于从黑暗中走向公开的战场。多年来积累的仇恨与冲突，在2024年至2025年间全面爆发。一连串的事件犹如多米诺骨牌，将两国从代理人战争推向直接的军事对撞。而这背后，情报因素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谍报战推动了战争进程，也决定着战场上的胜负走向。引爆公开冲突的导火索可以追溯至2024年。那一年，以色列与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理人战场上互不相让。先是2024年4月，以色列空军空袭了位于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伊朗领事馆及革命卫队设施，炸死包括2名伊朗将军在内的16人。伊朗随即在同月发动了前所未见的导弹无人机齐射，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了300多枚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尽管美国领衔的盟军协助拦截了大部分来袭武器，但此举标志着伊朗首次直接大规模攻击以色列，冲破了以往仅通过代理人应战的底线。以色列方面虽然损失不大，但震惊于伊朗敢于公然出手，两国从此剑拔弩张，冲突不再局限于暗处，而是开始走向明处升级。局势在2024年下半年急转直下，以色列决定针锋相对的进一步斩首伊朗代理人头目。7月底，巴勒斯坦哈马斯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在访问德黑兰期间遭遇神秘空袭身亡。当时哈尼亚正因前年策划加沙战事而被以色列列入必杀清单，如今他远在伊朗却难逃追杀，显示以色列情报部门精确掌握了他在德黑兰的行踪并实施打击。9月底，更惊人的消息传出，黎巴嫩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在一次空袭中丧生。纳斯鲁拉是伊朗在中东建立什叶新月势力的头号亲信，30年来从未被击中，这次却在异国领空被终结生命。虽然细节未完全公开，但多方报道暗示，纳斯鲁拉其实恰巧在伊朗境内访问，也遭遇了以色列的致命一击。如果属实，那意味着以色列早已渗透纳斯鲁拉的安保圈，掌握他的神秘行程并加以利用。伊朗接连痛失2大地区盟友领袖，无疑大伤元气，也把对以色列的仇恨推向顶点。终于，伊朗决定直接对以色列算总账。2024年10月1日，伊朗发动了第2波对以色列的直接导弹攻击。与半年前不同，此次攻击规模略小，但更具报复性。因为以色列此时已公开承认参与袭杀伊朗盟友，尽管美以联防拦截了大多数飞弹，但中东战云已经密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若不收手，将面临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反击。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一起机密文件外泄让火上浇油。2024年10月中旬，美国媒体报道一份高度机密的情报文件流出，内容涉及以色列准备报复伊朗的军事计划。文件包括以色列调动弹药、空军演练的细节，明示以色列正筹备打击伊朗。此情报极度敏感，立即引发美国当局调查。美方官员证实文件真实，称泄密事件令人深感担忧。这无疑向伊朗透露，以色列蓄势待发，只待时机对伊朗动手。消息传回德黑兰后，伊朗高层对美国大为不满，认为美方表面谈判，私下纵容，核谈判已变得毫无意义。伊朗更因此提高了战备等级。尽管美国矢口否认参与袭击，声称仍愿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但此时双边互信荡然无存。这次情报泄密事件反而促使伊朗做最坏打算，也为后来战端全面引爆埋下伏笔。果然，不到1年，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石破天惊的先发制人攻击。
2025年6月13日清晨，以色列空军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出动大批战机，对伊朗境内几乎所有核心军事与核设施同时开火。短短数小时内，伊朗从西部哈马丹、北部大布里市的空军基地到中部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等核浓缩厂接连遭到毁灭性打击。更惊人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上将在袭击中丧生，这位军中最高将领直接被斩首。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也传出死讯。以色列显然将伊朗军方1号、2号人物同时锁定并除掉。此外，有多位顶级核科学家在袭击里罹难。伊朗损失了整整一代核武精英。德黑兰市内，一栋14层住宅楼被导弹击中倒塌，造成至少60名平民死亡，其中20名为儿童。这是以色列史无前例的对伊朗本土全面打击行动，导致首日至少78人丧生，320多人受伤。伊朗的防空体系虽进行还击，却明显措手不及，仅有少量来犯飞机被击落。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在福尔多上空中弹坠毁，伊朗民航部门更下令全国机场停飞进入紧急状态。此时的伊朗如同当年遭遇美军震撼轰炸一般，国家中枢面临致命威胁。以色列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战果，除了军事上的精心策划，更离不开前期情报上的充分准备。早在袭击前数日，以色列就通过种种管道摸清了伊朗高层人员的动向，否则无法准确定位巴盖里等人在空袭当下的所在位置。一位西方情报人士推测，以色列可能利用了伊朗内部某些知情者提供的行程情报，甚至有内鬼引导导弹之嫌。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在安理会痛斥，指美国与以色列共享情报并提供政治支持，助长了这次侵略。话里的潜台词是，没有渗透伊朗内部的情报网，以色列不可能打得这么精准。然而，无论事前情报如何获得，战争的现实残酷已无可挽回。伊朗随即宣布展开强烈报复，中东地区陷入自两伊战争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伊朗的反击几乎同样迅猛而凶狠。在空袭发生当晚，伊朗革命卫队向以色列全境发射了上百枚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夜空中数百道火光划过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上空。以色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以军启动剑父3、铁穹等防御系统迎击，尽管拦截了大部分导弹，但仍有零星落弹造成破坏。一枚导弹击中特拉维夫南郊8层楼公寓，造成大量伤亡和数十人受困失踪。截至翌日，以色列已有至少13人在伊朗报复中丧生，超过300人受伤。这是以色列本土自1973年以来遭受的最猛烈外来攻击，也标志着中东两强正式进入你来我往的热战状态。战火还迅速蔓延到地区层面。也门的亲伊朗胡塞武装宣布向以色列中部城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首次直接参战。黎巴嫩境内也有火箭弹朝以色列北部射来。幸而由于前年加沙战争和去年黎巴嫩冲突，哈马斯与真主党已元气大伤，伊朗在区域动员上的手牌有限，使战事暂未全面失控。然而，伊朗依然强硬警告，任何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的国家基地都将成为报复目标。美军在中东各地的基地因此高度戒备。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开会磋商，但大国之间各执一词，难有共识。中国和俄罗斯谴责以色列侵犯伊朗主权，呼吁停火谈判。美国则表示理解以色列自卫权，同时劝伊朗克制。中东陷入数十年未见的危急关头，一边是核设施遭毁，领袖被杀的伊朗绝地反扑，一边是强敌环伺，决心彻底解除威胁的以色列蓄势在攻。双方冲突从暗战走到明战，只一步之遥就可能擦枪走火，引发更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情报战在这场公开冲突中仍然扮演关键角色。以色列攻势凌厉，展现出情报主导战场的优势，提前瘫痪伊朗空防，精准清除指挥系统，让伊朗反击大打折扣。首波打击后，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直言伊朗政权不知道是谁打了他们以及什么，还将打击他们，呼吁伊朗人民趁机起而反抗。这番话透出以色列对自身情报能力的高度自信。以色列驻美大使馆甚至宣称，
伊朗未来由谁统治取决于伊朗人民，以色列不干涉。言下之意是希望借此引发伊朗内部变局。伊朗方面，暂时内斗趋于表面平息，但隐忧四伏。如此重大的情报失误与防卫溃败，令许多官员和民众质疑体制的能力。一些强硬派指责前阵子主张谈判的温和派软弱误国，温和派则批评强硬派挑衅西方导致灭顶之灾。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罕见地公开表示，将惩治战时代职与泄密者，似乎也默认了内部可能出了问题。毕竟，以色列的斩首攻势之所以能成功，很可能就是因为在伊朗高层中寻得了突破口。以色列与伊朗情报暗战的白热化，终于触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公开冲突。然而，战事的发展远未终结，更大的角力或许才刚开始。这场从暗到明的谍报对决将深刻影响伊朗政权的未来走向，也将重塑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对以色列而言，目前的军事行动除了立刻削弱伊朗核与军事威胁，还有更宏大的目标，可能希望以战逼变，促成伊朗政权更迭。以色列领导人已多次呼吁伊朗人民奋起推翻神权统治，在他们看来，伊朗政权被连番重击，威信扫地，正是民众觉醒的契机。以情报配合军事，以军事辅助政治，是以色列策略的一部分。摩萨德未来很可能加紧对伊朗内部反政府力量的支持，包括提供情报、资金甚至武器，鼓动各地出现更大规模的抗议或叛乱。近年，伊朗已历经多次群众示威，如2019年经济骚乱、2022年席卷全国的女性权利抗议。一旦政权显露衰败迹象，积怨已久的民意可能会再度爆发。以色列期待借此内外夹攻之势，使伊朗像苏联阿富汗战争后那样从内部瓦解。然而，促成政权更迭绝非易事。伊朗统治当局仍掌控强力的革命卫队和安全机构，对以色列恨之入骨的许多基层民众也未必愿意响应外敌的号召。未来局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能否持续保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以及摩萨德能否在伊朗内部造成持久的离心。对伊朗而言，此刻无疑处于极其艰难的十字路口。战时的民族主义情绪暂时巩固了统治阶层的团结，但溃败的阴影和内斗的裂痕不可能永久掩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健康屡有传闻，未来继承问题悬而未决。如今又经此一役，他的权威受到挑战。强硬派虽在路线占上风，但战争失利难辞其咎。反观伊朗四大家族中其他派系，可能会伺机而动，以重建国际谈判来挽回局面。例如，前总统鲁哈尼及其背后的温和派势力近期就呼吁重新考虑与美国谈判，避免国家毁于一旦。另一方面，革命卫队作为铁杆强硬派，或许会在挫败感驱使下走向更极端路径，包括不计代价的冲刺核武器，或者诉诸更广泛的地区报复，如攻击美国在中东的目标。情报战线上，伊朗也势必展开反制，努力堵住内鬼，升级网安，清洗疑似被策反人员。同时，伊朗可能求助盟友俄罗斯和中国，获取技术和情报支援，以对抗以色列的渗透。但短期看来，情报上的颓势不易逆转。正如一些伊朗分析人士所言，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清理谁，因为自己人究竟谁靠了敌人，我们并不清楚。伊朗领导层面临一个两难，收紧内部控制会激化矛盾，放松则担心更多人投向敌方。如何在镇压内奸与争取民心之间取得平衡，将考验伊朗统治者的智慧和魄力。国际方面，此次公开冲突也让各方选边站。美国尽管否认直接参与，但对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并不明确反对。如果以色列的行动真能动摇伊朗政权，美国可能默许甚至暗助。反之，一旦战火失控，拖累美军与伊朗直接冲突，华府也会重新审视授权范围。至于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在中东各有算计。俄罗斯或借调停斡旋以重申自身大国地位，但普京已表态谴责以色列，愿为调解人。中国则高调谴责以色列侵略，强调支持伊朗主权和恢复和平对话。毕竟中国不愿见到中东大乱，影响能源安全。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
围绕伊朗问题的国际博弈将加剧，一场情报战引发的地缘政治地震正在进行时。回顾整个过程，从情报暗战到公开热战，渗透与反渗透始终是主线。以色列能打到德黑兰心脏，靠的不仅是空军实力，更是多年情报网络的深植。伊朗是否倒下，也不仅取决于导弹的攻防，更取决于人心与情报战的胜负。正如那句谚语所说，防线的缺口常常来自内部。伊朗四大家族内斗所造成的缺口，让以色列有机可乘，而现在战争的压力可能迫使伊朗暂时修补内部裂痕，又或将其进一步撕裂。未来，中东或许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谍影幢幢的冷战加热，情报人员的博弈将与军队的对决并行，而伊朗政权的命运也将悬于这场多维度较量之中。对普通大众而言，这场曲折离奇的间谍大戏与热战冲突或许看似遥远，但它的影响却可能无处不在。从油价飙升到地缘格局变化，从反恐形势到核扩散风险，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在这紧张时刻，国际社会更应冷静观察，设法降温斡旋，防止冲突升级酿成更大灾难。情报战的硝烟告诉我们，和平之舟需要小心维系，一个裂缝都可能令其倾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场纵横数十年的较量将如何收场？是伊朗顶住压力维持政权，还是内外交困中发生改变？亦或以色列适可而止，各方重回谈判桌，一切仍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情报战仍将是决定中东命运的重要变量。我们将持续关注这场充满谜团与戏剧性的对决，看历史如何书写下一章。